第141章不着痕迹的沟通。进了佩斯菲尔街22号的大门，奥黛丽一眼就看见了从侧面走廊出来的道恩唐泰斯。这位外表不错、很有风度的绅士穿着黑色的正装，拿着一根镶金手杖，正与身旁的基金会工作人员交流着什么。似乎察觉到了奥黛丽投去的目光，道恩唐泰斯自然侧头望向了门口，然后眼睛似惊艳似看见财宝一样明亮了少许，接着露出微笑，轻轻颔首，算作致意。奥黛丽回以礼仪方面挑不出任何问题的浅笑，点了下头，跟着迎接自己的鲁恩慈善助学基金工作人员，沿阶梯走向2楼。这个过程中，她虽然没在注视那个方向，但无论女性的天赋还是观众的本能，都告诉她，道恩唐泰斯的目光一直隐蔽地追随着她的身影，直至被楼梯侧方的墙壁挡住。难以挑剔的扮演，他充分表现出了一位对美丽女性缺乏抗拒力又足够有内涵、有修养的绅士第二次遇到我时该有的反应。似乎我们真的仅在上次慈善晚会见过一面，这和我预想的没有一点区别。他甚至连眼睛陡然的发亮都能做出，这是他非凡途径带来的技巧，还是本身就拥有的能力？不得不说，格尔曼斯帕罗，应该还是格尔曼斯帕罗先生，真是一位专业不出色的演员，而且不像那些戏剧表演者一样过于浮夸。奥黛丽赞许的想到，随即看见几位报社记者在2楼等着采访鲁恩慈善助学基金的成立。她不是一个喜欢让自己照片出现于报纸上的贵族小姐，一边让跟随过来的男仆过去交流，以霍尔伯爵的名义告知对方不能拍照，一边带着贴身女仆安妮进入了贵宾休息室。霍尔伯爵与好几家报社的所有者是朋友，并有做相应的投资，掌握了不少股份。如果奥黛丽愿意，他完全可以把分到的某些财产置换为一家不小的报社。贵宾休息室内，觉得这种场合不适合带狗的奥黛丽与认识的贵族子弟、富豪子女、教会神职人员亲属打过招呼，习惯性找了个能看到全场的位置坐下，等待成立仪式正式开始，等待第一次理事会召开。他环顾一圈，对负责接待自己的那位女性工作者道：洛维莎，我第一次参与慈善组织的实际运作，很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被称为洛维莎的女士不到30，同样有一头金发，皮肤看起来颇为粗糙，多有晒斑，不过笑容很是阳光，亲和力相当不错。听见奥黛丽的问题，洛维莎毫无保留地介绍道：目前初步的方案是，先不急着扩大规模，以贝克兰德为主，深入公立初等学校、周日学校、夜间学校，向所有学生宣传基金会的事情，让有需要者能够向我们提出申请。有了申请后，我们会立刻组织人员做具体的审核。这不仅要通过政府确认基本情况，还得实地去弄清楚申请者们的处境。一旦审核通过，我们就会发放助学基金，帮助渴望以知识改变命运的那些穷人。洛维莎刚说至这里，一道很有磁性的男声插言道：我有2个建议，一是今天就组织人员去各个周日学校、夜间学校和公立初等学校宣传，因为6月是考试季，是进入更高层次学校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的效率不够高，肯定会有不少家庭困难的学生基于金钱方面的原因放弃考试。之后就算知道了助学基金的存在，他们也承担不起荒废1年的损失，从而失去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做的事情看似简单，却实实在在影响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人生，所以我们得尽快开始，不能浪费时间。说话的正是刚上楼进入休息室的道恩唐泰斯。他表情温和但认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6月是考试季，不管是想进入文法学校，为读大学做准备，还是去各个技术学校做专业性的积累，现在都是关键时期，一旦放弃相应的入学考试，就得等到明年6月了。我刚才竟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洛维莎女士等基金会人员似乎也忽略了这个问题，道恩唐泰斯先生居然注意到了这种细节，考虑到了现在正接近放弃梦想的那些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内心很温柔的人吧？奥黛丽豁然对道恩唐泰斯、对格尔曼斯帕罗有了新的认知。这是一位观众于刚才的收获。外表冷酷的杀手、冒险家其实有一颗温柔的心。可惜，我目前能接触到的格尔曼斯帕罗情报只有他疯狂方面的描述，无法找到印证。奥黛丽眨了下眼睛，专心的听着道恩唐泰斯往下讲述。第2个建议，发放的助学基金最好放在对应的银行账户上，缴纳学费时拿证明文件来我们这里办手续提取，小额的食物或住宿开支
可以不用这么麻烦。每个月或者每周取一次，固定一个数目，这是防止申请者的父母、兄弟姐妹花掉这笔钱，对一个平民家庭来说，这是无法抵抗的诱惑。同样的，一个账户对应一个人，不管哪种提取方式，都必须有本人在场。这可以有效避免大家时常接受贪婪恶魔的考验。克莱恩说到这里，以手按胸，对奥黛丽和洛维莎道：“抱歉，原谅我鲁莽加入了你们的交谈。”奥黛丽微微一笑道：“唐泰斯先生，你的建议很好，让我发现了自己有太多考虑不全面的地方。唯一的问题是，你对我们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在听洛维莎女士介绍情况。”洛维莎跟着笑道：“是的，您应该在等会的第一次理事会上讲这些事情。我这不是故意过来，提前说服奥黛丽小姐的吗？有了正义的加入，我就可以确保在理事会上没有反对意见了，要不然很可能被人找借口拖延下去或更改方案，比如人力不足。”克莱恩做出恍然和后悔的表情，轻抚手掌道：“是我太紧张这些事情了，一有机会就恨不得立刻将它们变成现实，以至于忘记了场合。道恩唐泰斯先生这表演有点浮夸了，他应该知道这瞒不过我的眼睛。他是刻意过来，不露痕迹的提前与我沟通这2个建议，让我支持他。”奥黛丽一下读出了对方的想法，嘴角的笑容愈发明显，愈发没有杂质。虽然世界不这么打声招呼，他等下也会支持塔罗会的同伴，但预先沟通一下，还是让他相当开心，因为他借此感觉到了对方将自己放在平等地位的态度，原谅了道恩唐泰斯的鲁莽。目送这位先生走向休息室内摆有酒水饮料和甜点面包的长条桌后，奥黛丽收回目光，对洛维莎道：“我负责的事情是在不同场合募集善款，与政府、议会沟通。对您来说，这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洛维莎坦然回应道。这也就是教会慈善部门不反对，甚至很渴望奥黛丽·霍尔小姐加入的原因。奥黛丽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道：“如果有空余的时间，我能参与你们到各个学校的宣传，参与对申请者的审核吗？”洛维莎原本不愿意应承这件事情，担心那些环境不适合奥黛丽小姐，可看到对方清澈碧绿的眼眸，感受到那让人无法抗拒的求恳意味后，忽的心软，觉得这样的善良不应该阻止，不应该被隔离在底层现实之外。如果奥黛丽小姐在见识过真正的苦难和丑陋后，还愿意帮助那些可怜人，那肯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上层不总是制定不切实际的法案。洛维莎迅速找到了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叹息笑道：“没有问题。不过您不能再穿这样的衣裙，戴任何珠宝首饰。谎言怎么办？变成闭环，藏在袖子下。”奥黛丽略作思索，就浅笑回应道：“好的。”在奥黛丽·霍尔小姐支持下，鲁恩慈善助学基金成立仪式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圆满结束。克莱恩心情非常不错的返回了伯克伦德街160号。按照惯例，他在接近2点时进入主卧室，准备午睡。迷迷蒙蒙的梦境里，克莱恩忽然清醒，有所警觉，有人正尝试侵入他的梦境。又是谁？现在连午睡都会被打扰了吗？克莱恩边咕哝边让梦境变化为有大阳台的那个半开放房间，然后他就看见墨发碧铜衬衣随意垂落的伦纳德从窗外翻了进来。这家伙就不会走正门吗？他突然过来，会有什么事情？这次记得留个联络方式。克莱恩好气又好笑的坐至安乐椅上，表面悠然的看着诗人同学道：“这不是有礼貌的拜访。”伦纳德闻言，不是太标准的行了一礼道：“唐泰斯先生，我有件事情想请教您。”请教。态度还不错嘛，而且似乎不是什么大事。克莱恩暗自啧了一声道：“什么事情？”伦纳德找了张椅子坐下，斟酌着问道：“您被卷入了卡隆自杀案，觉得真正的凶手会是谁？”我要知道，我早把弗兰克的蘑菇丢过去了，不过也不能说一点也不清楚，有损形象。克莱恩对类似的处境非常习惯，熟练的笑了一声，不答反问道：“你们有调查出来什么？”第142章什么都没说。伦纳德·米切尔双手交握，身体略微前倾的说道：“我们还原了卡隆临死前看到的画面，这并没有直接呈现出凶手的样子，但凸镀窗的玻璃恰好照出了辛德拉斯男爵的身影。”顿了一秒，伦纳德补充道：“这太过简单，不令人信服。辛德拉斯男爵这种层次的贵族、大银行家，就算想杀人，也不可能亲自动手或者到现场旁观，除非他有特别的嗜好。而您知道的，有太多的办法可以制造类似的现场，
无论幻术还是伪装，都能办到。说到伪装时，他略微抬头看了道恩唐泰斯一眼，仿佛在说，你现在的样子大概率也不是你真实的形象，就如同格尔曼斯帕罗和夏洛克莫里亚蒂那样，真是简单粗暴的栽赃啊，让人怀疑幕后凶手是不是真的想诬陷辛德拉斯男爵。从头再梳理一遍，先假设我，也就是道恩唐泰斯的应对和正常人一样，反正我不说结论，只通过提问引导思路，如果最后的答案不对，那肯定是诗人同学领会错了意思，没能正确理解我的暗示。克莱恩含笑端起古瓷杯，抿了口红茶道，我们先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被卷入的不是我，事情会怎么发展？伦纳德娇握的双手未有抬高，食指轻轻敲动着道。道恩唐泰斯作为嫌疑人被关进了警察局，但他的管家、仆人、邻居和朋友都可以证实他没接触过卡隆的家人，于是两边的描述出现了巨大矛盾。警察们无法处理，不得不申请职业者介入。经过通灵，我们得到了卡隆自杀前看见的画面，从中提取出辛德拉斯男爵的身影。说着说着，伦纳德忽然沉默，过了好几秒钟，才在道恩唐泰斯带着微笑的注视里继续说道，不管辛德拉斯男爵这条线索的出现是不是太奇怪、太简单，无法让人信服，我们都会按照流程与他做一定的接触，展开相应的调查，而这会导致他的某些问题被我们察觉。辛德拉斯男爵原本就存在涉及非凡领域的问题，根本经不起职业者的深入调查。伦纳德越说越是笃定，似乎已经把握到了策划者的思路。他或者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陷阱是否会被识破，只要能让职业者对辛德拉斯做一次例行性的调查，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辛德拉斯男爵本身潜藏着相当严重且容易被发现的问题。对，这也是我的想法，这其实更接近举报，只不过更柔和，看起来像陷阱，让职业者不得不查，并隐藏了自身的存在。当然，我是不会正面肯定你猜测的，要是最后错了，岂不是很尴尬？克莱恩将右脚敲起，搁于左腿上，笑笑道。有了警觉的辛德拉斯男爵，现在肯定没有问题了。伦纳德缓慢点了下头，自我解释般说道。这位男爵的经历相当传奇，好几次濒临破产，又挽救了回来，攀登上新的台阶。也许其中某一次他已经绝望，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将灵魂出卖给了邪神、恶魔或者别的隐秘存在。这故事编得挺合理的嘛。克莱恩没说伦纳德的揣测是对还是错，转而提问道，另外一方面，你们又会怎么看待导致卡隆自杀的真正凶手？伦纳德暂时摒除掉刚才的判断，根据正常发展这个前提思索着说道，设置的陷阱太粗糙，暗示、引导和记忆的植入不够隐蔽，不够柔和，容易被人发现问题，所以应该不是观众途径的中高序列做的，更像是其他途径的非凡者利用对应的神奇物品伪装成他们在行动。话未说完，伦纳德又一次陷入沉默，不知想到了什么。克莱恩保持着若有似无的笑容，平静看着对方，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中。但我就是不说，全看你自己领悟到什么程度。这和老头之前的一些话语吻合，真的是某位中高序列的观众做的吗？他看似鲁莽粗暴、充满漏洞的布置，其实精确考量到了每个人会有的反应，考量到了依循流程的人性，只是预料错了道恩唐泰斯的阅历和智慧。伦纳德只觉自己已想清楚了事情的经过，直起身体，轻咳了一声道，感谢您的指点。克莱恩顿时呵呵笑道，我什么都没说。不等伦纳德回应，他主动开口道，你的前同事让我询问你，如果他有发现因斯赞格威尔的踪迹，该怎么告知你？本待起身告辞的伦纳德刚抬起半个屁股，又坐了回去，表情略显复杂的沉默了十几秒道，将消息以信的形式投递到平斯特街7号，这意思是你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离开贝克兰德，还是说哪怕你去别的地方执行任务，也有办法监控到平斯特街7号的动静，远程查看信的内容？更可能的应该是后面那种猜测，因为偷盗者途径的天使肯定掌握有不少奇特的秘术，其中不乏伦纳德能够使用的。不能问，一问就会降低道恩唐泰斯的层次，破坏掉人设。克莱恩摆出一副没有波澜的样子，噙着笑容道，我会转告他的。伦纳德没立刻离开，张了张嘴，顿了一下，开口说道，如果我想联络他，该怎么做？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绿色的眼眸深沉而内敛。克莱恩早有准备，笑着说道，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
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独属于格尔曼斯帕罗的姓氏。具体的仪式，如果你不清楚，可以请教帕列斯·伦纳德知道。格尔曼斯帕罗就是夏洛克·莫里亚蒂，就是克莱恩·莫雷蒂。虽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站起身道：“感谢您的告知，请原谅我冒昧来访。”说完，他退至门口，开门而出，离开了梦境。喂，这就走了？作为一名梦魇，或者说前梦魇，你都不考虑一下自己记忆方面的缺陷吗？只听一遍就能记住，这也太不重视了吧？克莱恩看着伦纳德的背影消失，忍不住腹诽了两句。他无奈地摇了下头，结束午睡，忙碌起西拜朗的事情。黄金梦想号上，总算完成了任务的达尼兹因最近天气炎热，喝上了加冰的淡啤酒。如果不是制冰需要非凡能力，数量不多，他觉得自己能一口气喝掉半桶，这就是享受啊！达尼兹咕噜喝掉了杯子里残余的液体。就在这时，他眼前灰白雾气弥漫而出，耳畔格尔曼斯帕罗的声音开始回荡：“请转告达尼兹，让他立刻赶去西拜朗，摸清楚梅桑耶斯和卡塔米两个土著将军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情况，尤其注意是否有玫瑰学派活动的痕迹。去西拜朗。”达尼兹拿着酒杯，有些结巴的在心里重复起格尔曼斯帕罗的要求。他曾经为寻觅宝藏，和黄金梦想号的船员们一起去过那里，又从船长冰山中将艾德文那处获知了较为详细的情报，所以知道西拜朗究竟有多么混乱，多么危险。而且这次还是我一个人去。达尼兹呲了下嘴巴，只觉自己的未来一片暗淡。他的脑海内已浮现出藏着各种可怕生物的原始丛林，同样信仰死神却各有诡异之处的土著部落，布满强盗与反抗军的道路，怨魂幽影常有出没的村庄和时不时就爆发枪战乃至非凡者战斗的大城市。不行，我要拒绝格尔曼斯帕罗，拒绝，至少得给我派个助手啊。普通人都能在西拜朗活下去，发财变富，拥有自己的庄园，这说明那里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恐怖。我只是在自己吓自己，而且格尔曼斯帕罗只是让我摸清楚情况，没让我联络谁对付谁。达尼兹很快就挤出笑容，请愚者先生转告格尔曼斯帕罗，说自己立刻动身。然后他根据格尔曼斯帕罗的提示，在自己房间内布置起请求愚者先生赐予的仪式。仪式的尾声，他看见虚幻的大门打开，一根暗金色的太阳鸟形状的胸针飞了出来，落至祭坛。这是太阳胸针，在南大陆，在死神曾统治的国度，太阳是最有用的非凡途径之一。直接给了这么贵重的物品，给格尔曼斯帕罗做事，还是很不错嘛。不过他好像说的是剑。达尼兹拿起那根胸针，只觉周围的湿润炎热又加重了一点。给达尼兹分派好任务后，克莱恩正要开门吩咐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给自己准备一杯冰水，灵感忽有触动，旋即悄然开启了灵视的他，看见信使小姐蕾妮特提尼克尔从虚空中走出，手里提着的其中一个金发红眼，脑袋正咬着一封薄薄的信。谁寄的？伦纳德的。克莱恩略感疑惑的伸出了右手。第143章木乃伊，平斯特街7号。伦纳德米切尔走到书桌前，摊开了信纸。他随即拿起原副的吸水钢笔，沉下手腕，准备书写。可是他刚弄出一个深蓝色小点，钢笔就停顿了下来，腕部几次试图移动，又都恢复了平静。抬起手腕，降下钢笔，伦纳德一次又一次重复起同样的动作。终于，他的腕部凝固在了半空。啪！伦纳德丢下钢笔，将信纸揉成一团，准确的丢进了桌角的垃圾桶内。伯克伦德街160号。克莱恩从信使小姐蕾妮特提尼克尔其中一个脑袋的口中拿过了那封薄薄的信，他掂了下重量，直至灵性直觉没有做出预警，才拆开封口，取出了里面的纸张。那纸张只有一页，上面用娟秀的笔迹书写着2行单词：我有事情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详细情况面谈，沙伦。原来是沙伦小姐的信。克莱恩解开了疑惑，随手拿出一枚金币，当着蕾妮特提尼克尔的面做了个简单的占卜，然后才另抽一张信纸，写上一个单词。今晚他折好纸张，边递给信使小姐边问道：还能定位寄信者吗？如果不行，他会给出沙伦的收信地址。希尔斯顿区加尔德街126号。马瑞亚太太。可以。蕾妮特提尼克尔其中一个金发红眼的脑袋给出了回应。他随即张开嘴巴，
咬住了折好的信纸。等到信使小姐的身影消失于房间内，克莱恩立刻布置仪式，准备将蠕动的饥饿从灰雾之上带回现实世界，然后旅行去各大群岛寻找幸运海盗。蠕动的饥饿目前还未被封印，依旧得每天吃一个人，克莱恩只能勉强用着。每次有需要再带出再喂食，等到时间差不多就丢回灰雾，反正不会补上中间的差额。如果蠕动的饥饿敢闹，就喂他吃蘑菇。结束掉仪式，收拾好现场的克莱恩戴上那薄薄的人皮手套，身影迅速淡化透明，消失于原地。用过晚餐，等到蠕动的饥饿在灰雾之上干嚎完毕，克莱恩借口肚子不舒服，进入盥洗室，将它重新取出，借此传送到了贝克兰德桥区域的勇敢者酒吧外面。这个过程中，他以自然变化外形，成为了黑发褐瞳、留着胡须、戴有眼镜的大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弯下腰背，挽起裤脚，克莱恩自嘲一笑，拉低帽檐，推开沉重的木门，进入了酒吧。询问过酒保，他拿上一杯南威尔啤酒，来到3号桌球室外面，屈指轻敲起反锁住的房门。咚咚咚，有节律的声音里，房门吱呀一声裂开了道缝隙。鲜红眼睛的伊恩探头一瞧，顿时露出了笑容。先生，请进。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他未再穿那件老旧的大衣，简单的套了件亚麻衬衫。克莱恩含笑点头，一个闪身就进入了桌球室，并快速将里面的场景尽数纳于眼中。头发有点乱糟糟的马里奇身穿白衬衣、黑马甲和黑裤子，正拿着长杆弯腰在那里打桌球。或许是对夏洛克·莫里亚蒂造成的混乱印象深刻，他这次并没有召集自己的活师打牌。好久不见，克莱恩主动打了声招呼。与此同时，戴着黑色小巧软帽、身穿同色宫廷长裙的沙伦浮现在了球桌另外一边，安静地坐于高脚凳上。晚上好。于是克莱恩目光移了过去，笑着行了一礼。沙伦有所悬浮地站起，提了提裙摆，微微躬身，礼貌回应。马里奇则放下球杆，低沉中略带沙哑地说道：看来你依旧停留在贝克兰德。他的脸色还是那么苍白，但褐眸里潜藏的恶意已淡化不少，似乎这段时间的克制相当有效。看得出来，深红月冕的获得让他不用每次满月时都濒临崩溃，连镇静剂都不得不经常更换新品种。对于马里奇的话语，克莱恩没做正面回应，走至球桌前，放下啤酒杯，笑了笑道：很抱歉，我本来可以卖一份怨魂的非凡特性给你，可惜他遗失了。沙伦蔚蓝的眼眸毫无转动，没去探求缘由，只简单问道：没事吧？他知道夏洛克·莫里亚蒂口中的那份怨魂非凡特性属于血之上将塞尼奥尔，而血之上将又是夏洛克·莫里亚蒂的密友，怨魂非凡特性的不见也就意味着密友的损毁和丢失，这对相应的非凡者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还好，至少我本人没受什么伤害。克莱恩叹息笑道：难怪这次没有看到塞尼奥尔。马里奇有所恍然的低语了一句。马里奇和沙伦小姐都没有太在意那份怨魂非凡特性啊，他们有另外的渠道，或者说办法了。克莱恩敏锐把握到了点情况，转而问道：这次有什么事情？马里奇当即望了伊恩一眼，那位还能称为大男孩的沉稳少年没有多问，快速退出桌球室，随手关上了房门。沙伦宛若人偶的脸庞没有表情的浮动，任由马里奇说道：后天将有一艘来自南大陆的船抵达普利兹港，它与鲁温军方存在密切关系。这艘船装载着不少从星星高原、帕斯河谷、哈加提草原掠夺来的财宝和文物，其中有一具木乃伊，他是古代高地王国第19任国王图坦西斯二世。南大陆原本的语言并不起源于古福萨克语，有自己的结构，在古代高地语里，国王又被称为卡德夫，这是专属词汇，被罗塞尔大帝翻译为了法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还有，木乃伊也是他命名的。总之，法老的意思是神灵之子，人类之王。图坦西斯二世曾经是高序列强者，不过在他死后，相应的特性已经被回收，只有躯体留下，制作成了木乃伊。对其他非凡者来说，这是充满灵性的材料，是制作活尸的极好对象，但于我们而言，它有着额外的意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得到这具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额外的意义。没有非凡特性的高序列强者尸体，除了用来做材料，还有什么额外的意义？克莱恩心中一动，豁然联想到了隐者女士求购一滴神话生物血液的行为。
难道是序列5怨魂晋升序列4木偶的仪式需要？沙伦小姐已经有了配方，且消化完了怨魂魔药。从她平时的生活状态看，她简直是时刻在扮演怨魂，说不定早就消化完了。不过，之前地下遗迹那个恶灵的话语似乎表明，当时的沙伦小姐并没有木偶魔药配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沙伦小姐有办法弄到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扫了沙伦一眼，并未发现他与之前相比有什么明显改变，依旧像人偶胜过活人，可又没出现更阴森的迹象。沙伦则静静坐在那里，专注地看着夏洛克·莫里亚蒂或马里奇，倾听两人的对话。如果只是不含非凡特性的高序列木乃伊，保护的层次不会太高，即使只有你们2位，应该也能不太困难的窃走。克莱恩思索着提出了疑问。在他看来，序列5已经能称为准强者，除非那艘船有半神看护，否则在沙伦小姐目标只是一具木乃伊的情况下，同层次很难做到有效阻止。毕竟负责的非凡者们需要保护的重要物品实在太多，而且他们还可能因保存方式的不同分散在不同仓房内。这一次是沙伦急于解释，他还是那么简洁的说道：担心是玫瑰学派针对我们的陷阱，如果没有1000磅，如果有，我们负责吸引注意，你拿走那具木乃伊。这是危险不同，5000磅到10000磅不等，这样啊？克莱恩没立刻回应，想了想，转而问道：你知道灵界掠夺者吗？怨魂也是可以有效活动于灵界的一类非凡者。沙伦微微点头道：我可以用金棒结合灵界掠夺者的相关资料作为报酬。克莱恩嗯了一声，我考虑一下，凌晨前写信回复你。作为一名优秀的占卜家，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灰雾之上确认下危险程度。不过他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是针对他的陷阱，因为他对木乃伊没有任何需求。好，沙伦表情不变的说道。克莱恩未直接告辞，走至门边，招呼伊恩进来，随口问道：最近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消息？伊恩想了想，说出了一个又一个相对重要的消息。有人在打听信仰愚者的组织。克莱恩略感愕然的笑道：一个黑头发绿眼睛的年轻男人，他怀疑是伦纳德·米切尔。伊恩摇了摇头，不是，黑头发黑眼睛极光会的哪位先生？克莱恩考虑了一下道：你能画出来吗？伊恩怔了一秒，自嘲道：那你可能永远也认不出他究竟是谁了。这时沙伦开口说道：我可以帮你。好的。伊恩先是松了口气，旋即按照吩咐准备起一个相当简单的仪式，然后他于怨魂附身中颤抖着抽搐着完成了一幅素描。那是一个黑色头发微卷，额头较宽，脸颊消瘦，眼珠深黑，戴着单片眼镜的年轻男子。阿蒙，毒神者阿蒙。第144章疑惑之术。阿蒙。克莱恩眸光一缩，外表看似正常，内里精神却已紧绷，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虽然他一直拿阿蒙吓唬伦纳德体内的老爷爷和海柔尔身边的偷盗者途径半神，但也只是借个名头，从未想过这位毒神者天使之王会这么快来到贝克兰德，并且寻找的还是信仰愚者的组织。其实这也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当贝克兰德存在着偷盗者途径的天使和半神时，根据非凡特性聚合定律，阿蒙迟早会过来。唯一的问题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神奇之地寻觅着什么，不太可能突然放弃，而且他在贝克兰德郊区的陵寝已经被机械之心破坏，没法像过去那样来回了，所以这并不是他的本体，而是分身。本来就存在于北大陆的分身，偷盗者途径的天使应该都擅长用食之虫制造分身，阿蒙则肯定比他们都强。克莱恩的思绪如闪电般在脑海内划过，逐渐有了一定的猜测。有的时候他甚至怀疑偷盗者途径的神话生物形态就是一堆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的食之虫。作为大灾变前的偷盗者途径天使之王，阿蒙肯定知晓愚者这个称号代表什么，也能察觉到相应的气息。他甚至想要窃取灰雾的控制权所有权。他这次是冲着愚者来的，这还真是让人头疼啊。最初的震惊骇然之后，克莱恩逐渐平复了情绪。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因为非凡特性聚合定律，自己外出时会偶然遇上毒神者阿蒙，而对方很显然是能察觉到他特殊的类型，到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动静。所谓的愚者就得考虑有没有复活重生的机会了，毕竟那是天使之王，仅次于真神的存在。
而且偷盗者途径一向以善于欺诈能力隐蔽著称，哪怕在贝克兰德也未必不敢动手。悄然窃取走别人的生命，说不定就是阿蒙的强项。这么看来，暂时离开贝克兰德，前往西拜朗也不一定是坏事。总之，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已经晋升，成为鬼法师，就能隐藏灰雾的气息，即使路遇阿蒙，也不用担心暴露什么。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再次感受到了某种迫切，一定要尽快推开序列斯之门，改变生命形态，成为半神半人的强者。为此，无论是在弄密偶、深化扮演、加速消化，还是搜集相应的非凡材料，都得更加努力。呼，贝克兰德真是个可怕的地方。如果乌洛留斯还没离开，或是已经返回，那这里仅是我知道的，就有4位，不，5位天使，包含2位天使之王。这还没算以贝克兰德为大本营的王室、军方，没算不知道去了哪里的地下遗迹恶灵前天使之王与2位天使意志的聚合体。如果玫瑰学派的神涅斯厄阿也因追踪格尔曼斯帕罗来到这里，那就真的太热闹了。和这相比，当初拜亚姆城外的半神战只能算是幼儿级别。克莱恩看着伊恩画出的素描，含义不明的摇了摇头。我知道了。他的摇头，在伊恩或马里奇看来，是因为不认识画上戴单片眼镜的男子，可实际上他表达的却是无奈。2位，我得离开了，凌晨前给你们回复。克莱恩摘下帽子，行了一礼，缓步退出桌球室，于勇敢者酒吧外面的僻静巷子里传送回了伯克伦德街160号。主卧室内，他第一时间考虑的并不是沙伦小姐或马里奇的请求，而是怎么处理阿蒙带来的隐患。在这方面已算得上颇有经验的他，很快就有了思路，给阿蒙找点事情做，引开他的注意。至于是什么事情，当然是他无法抗拒，绝对不会不感兴趣的那种。比如偷盗者途径的天使帕列斯索罗亚斯德，这也许是阿蒙能否成为序列灵真神的关键，比寻找信仰愚者的组织更加重要。当然，克莱恩并不会直接出卖伦纳德的老爷爷，因为对方到目前为止还未展现出恶意。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将阿蒙已抵达贝克兰德的事情告知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看这位第4季存活下来的天使会有什么应对，然后自己视情况而定该怎么做。如果那位老爷爷对很可能只是分身的阿蒙依旧没有一点办法，只能让伦纳德以任务为借口离开贝克兰德，躲避阿蒙，那我也提前去西拜朗，就说是重建关系网，等到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出生，再悄然传送回来拿脐带血。克莱恩豁然有了决断，抽出张信纸，落笔写道：阿蒙已至，折好信纸，装入信封。克莱恩掏出冒险家口琴，凑至嘴边，用力吹了一下。雷尼特提尼克尔出现的同时，他从衣兜里摸出了1枚金币，压在了那封信上。这是他下午让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去换取的10枚金币之一，为了保持道恩唐泰斯与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在一个层次的形象。克莱恩告诉伦纳德米切尔联络方式时，没有说收信寄信都需要1枚金币，由此可见，面子是用钱买来的。克莱恩一边感叹，一边对身穿阴沉繁复长裙的信使小姐道：将信送到平斯特街7号，直接投入信箱，不用交给收信人。由于不清楚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的真实意图和性格，克莱恩希望能在他面前隐瞒更多的底牌，所以在伦纳德主动给克莱恩莫雷蒂写信前，他不打算让诗人同学直接见到信使小姐。雷尼特提尼克尔左手提着的一个金发红颜脑袋扬了起来，半吸半凑的将信封和金币咬在了口中，不过他没有立刻消失，而是漂浮于原地。8只眼睛同时望向克莱恩，沉默的望着。什么情况？克莱恩怔了1秒，旋即有所猜测，表情古怪的问道：你不知道平斯特街7号在哪里？他这才记起信使送信依靠的是神秘学意义上的定位，是对契约者的定位和之前寄信人气息的定位，所以后者一旦移动超过感应范围，信使就没法找到了。听见克莱恩的问话，雷尼特提尼克尔2只手提着的4个脑袋同时一点，表示确实不知道。克莱恩猛地轻咳了2声，拉开抽屉，翻找出了一张被克兰德全地图，用钢笔先画了个大圈，标注好北区，接着又圈出了平斯特街。到了那里就可以看门牌号了。克莱恩将地图折好，递了过去。雷尼特提尼克尔右手提着的一个脑袋当即张开嘴巴，咬住了地图，
然后他身影一淡，进入了灵界。克莱恩见状，吐了口气，转身走出主卧室，去有大阳台的半开放房间看起报纸和杂志。等到夜深，他在泡澡之前逆走4步，进入了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帮助沙伦和马里奇盗取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有危险。克莱恩取下左腕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做起了占卜。这一次灵摆做的是顺时针转动，幅度不大，速度较慢，这意味着危险程度不高，而且就算有针对沙伦小姐或马里奇的陷阱，现在的我也不是太畏惧了。克莱恩将手一招，让一枚半透明的小型黑水晶卡牌飞了过来，这是窃运者符咒。克莱恩用石之虫制作的半神层次高级符咒，紧接着他又招来了蠕动的饥饿和海神权杖，带上前者，拿起后者，记录其闪电风暴和龙卷风。一边升级的蠕动的饥饿可以通过 X 先生的灵魂和特性记录2个不高于序列3的半神层次非凡能力。有了这之后，克莱恩不需要每次都借用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了，而且更加方便，毕竟翻魔法书会影响桑中左轮和窃运者符咒的使用，除非他另外又长出2只手。做好前置准备，克莱恩又回到现实世界，抽出另一张信纸，言语简洁的写道：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计划。凌晨1点，已睡足2个小时的伦纳德精神奕奕起床，准备离开平斯特街7号，前往圣塞摩尔教堂地底。他刚刚出门，忽生灵性直觉，下意识将目光投向了旁边，眼中闪过疑惑。伦纳德走了过去，打开了信报箱。他晚餐时已清空了里面的报纸、账单和信件。正常来说，到天亮前，信报箱内不会再有任何事物，因为邮递员已经回家。可是此时此刻，一封薄薄的信正安静地躺在底部。老头，你没提醒我有新的信。伦纳德一边拿起那封信，一边低声说道。他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回应道：没谁进门。伦纳德知道老头的感知受限于自己的身体，没再多说，拆开封口，取出信纸，抖了开来。这封信上大片都是空白，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存在：阿蒙已至，阿蒙已至。伦纳德的瞳孔豁然放大，与此同时，他第一次听见了体内寄生者的鼻息。第145章谁的陷阱？对于阿蒙，伦纳德其实并没有太直观的印象，只知道是体内寄生者最畏惧的敌人，让神秘强大的老头伤到如今这种程度的凶手，所以情绪很快就缓和了下来，压低嗓音问道：现在该怎么做？他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隔了2-3秒才回荡起来，来的应该不是阿蒙的本体，而是他的分身。果然，毒神者阿蒙是天使，甚至可能是序列1的天使，毕竟老头也疑似地上天使。伦纳德一边吸收着信息，印证着揣测，一边听着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往下说道：如果阿蒙的本体敢出现在贝克兰德，那很可能引发神降。有多少年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了？第5季以来，这完全属于典籍记载的传说，从未公开出现过。这是否说明哪怕在序列1里，阿蒙也是位居前列的存在？难怪叫毒神者。2-3句话之间，伦纳德愈发认识到了那个叫做阿蒙的天使有多么可怕。立于信报箱前的他想法浮沉，忽然有了个主意，忙低声说道：既然阿蒙被诸神如此重视，那我们是否可以想办法将他出现于贝克兰德的事情告知教会？在伦纳德看来，诞生于更早纪元，覆盖了整个第4季的黑夜和风暴2大教会，应该有对抗天使的丰富经验，是处理阿蒙的最好人选。他的脑海内，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喝了一声道：没用的，这甚至可能就是阿蒙想要达到的目的。对他来说，损失掉一个分身，只是浪费了点力量，根本不会遭受实质伤害。而他正好可以借助分身的死亡遭遇，看见命运的对应变化，从而找到扰动或者说浪花产生的源头。虽然这不能直接锁定你和我，但却可以极大地缩小范围，为他本体的致命一击创造条件。而且你不会以为阿蒙只有一个分身在贝克兰德吧？根据他的习惯和风格，毫不掩饰自身存在的或许只有一个，但实际上围绕着这个灯塔还有几个、10几个甚至上百个分身。当我们试图除去那个显眼家伙时，很可能就被几个、10几个、上百个阿蒙从不同的角度围观了。它能够是路过的行人、屋顶的鸟类、地面的蚂蚁，也能够是木头里的虫子、
空气中的微小生物。不到半神，就算被他的分身侵入了体内，也不会有任何察觉。听着老头的详细描述，伦纳德背脊渐渐发凉，突然有种周围的空气里潜伏着无数阿蒙的感觉。害怕了？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呵呵笑道，如果你知道阿蒙还能没有一点异常的窃取走你的命运，你会更加害怕。什么叫窃取走命运？伦纳德又警惕又疑惑地问道。帕列斯那苍老的嗓音叹息道，他会跟着你回家，然后你就发现你的父母将他当成了儿子，你的妻子将他当成了丈夫，你的孩子将他当成了父亲，你的朋友，你认识的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你，而你成为了无孕者，与现实世界的一切失去关联，一点点死去。这种窃取会永久有效吗？伦纳德忍不住吸了口气。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嘿了一声，小偷被抓住前会主动归还窃取到的物品吗？除非他已经玩够了。伦纳德一下沉默，只觉阿蒙这种层次的敌人已经不是能不能对抗可以形容，而是能不能想象。过了几秒，他难掩低哑地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做？他没再主动地给出自己的想法，因为那大概率不符合实际。帕列斯·索罗亚斯德蓦然一震道，再看一看勇敢者酒吧内，马里奇已按照约定等待于3号桌球室内。既然夏洛克·莫里亚蒂已答应了帮忙，那面对面的讨论行动细节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仅靠书信的来往是无法说清楚的。咕噜喝了口啤酒，马里奇抬手梳了下头发，苍白的脸庞没有一点血色，隐约透出的癫狂比以往淡化了不少。就在这时，他心中一动，抬眼望向侧面，看见一道戴礼帽穿正装的身影飞快勾勒了出来，正是夏洛克·莫里亚蒂。传送。马里奇心头一凛，目光一缩，本能就提高了戒备。这不是不相信夏洛克·莫里亚蒂，而是一个生物面对食物链更顶端的存在时自然会有的反应。与此同时，他眼角余光瞄到，高脚凳上浮现出了沙伦宛若人偶的身影。克莱恩按了下帽子，对着两人行了一礼，转而笑道，我最在意的是你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情报。情报越充分，成功的概率越高，危险越低。很简单一个例子，你们能确认图坦西斯20木乃伊没有任何问题吗？能确认他在哪具棺材内吗？如果可以，我抢在守卫反应过来前直接传送过去，带着他到灵界旅行，问题就解决了。马里奇刚要回想，就听见沙伦嗓音平缓地说道，可以确定在哪具棺材，不能确认有没有问题。克莱恩点了点头，拉过一张椅子坐下。除了这个，你们还知道什么？沙伦蔚蓝眼睛微动道，可能是玫瑰学派的陷阱，也可能是鲁恩军方的陷阱。之前没说第二个猜测啊，也是对方没确定合作的情况下，换做我也不会透露太多。克莱恩若有所思地针对后面那点反问道，为玫瑰学派准备的陷阱。这次回答的是马里奇，他详细说道，在古代高地王国，制作木乃伊是一种为尊贵者准备的习俗，非常神圣，而法老的木乃伊更是不容亵渎的事物。当初鲁恩、英蒂斯和费内波特联军攻陷这个国家前，法老的子孙们已转移了最重要的那批木乃伊，其中就包括历代法老的遗骸。这一次，高地反抗军一个秘密基地被攻破，鲁恩士兵在最底层找到了图坦西斯20木乃伊，准备将它送至贝克兰德，交给军方的未知机构研究。对法老的后裔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侮辱，他们有足够的动机抢回图坦西斯20木乃伊。而这些后裔里面，有一位叫做麦哈姆斯的半神，他既是反抗军的主要首领之一，也是玫瑰学派的重要成员，是神涅斯厄阿的学生。克莱恩微微点头道，也就是说，图坦西斯20木乃伊有可能是鲁恩军方调麦哈姆斯的诱饵，当然不排除玫瑰学派为清除你们故意牺牲一具法老遗骸的可能。他本来想说，你们一个序列6，一个序列5，似乎没必要让玫瑰学派做到这种程度，可想到目前主导玫瑰学派的是放纵系，在报复的欲望上不会有任何克制，又觉得不能以正常人的想法来做确定。而且沙伦小姐或马里奇能摆脱欲望母数的限制，成功逃出玫瑰学派，除了运气的因素，或许还存在暗中的支持。如果这真的有，必然是玫瑰学派重点打击的对象。克莱恩脑海内自然转过了些想法，但没有说出口。对马里奇揉了揉额角道，刚才的大量话语似乎让他有了精神和欲望上的波动。克莱恩想了想道，如果是前者，
那事情比我预想的更加麻烦。要对付一位半神，一位有同伙的半神，鲁恩军方至少得有2位战斗力与麦哈姆斯处在同一层次的非凡者埋伏。除了这个，他们必然还得留一点防止意外的余量，比如预备0分级封印物。总之，如果不是在贝克兰德附近，或是与3大教会联合行动，他们很可能无法较为轻松地完成这样的陷阱。沙伦下巴微动，点了下头，认可了夏洛克·莫里亚蒂的判断。克莱恩没再强调困难，转而说道，所以我们得有更准确、更详细的情报，从而做更有针对性的准备，这样才可能达成目的。不等沙伦和马里奇开口，他又补充道，我知道一个可以做魔镜占卜的隐秘存在，他严格遵守着等价原则，只要不在意隐私或是能承受带有强烈羞耻感的行为，就可以从他那里获得许多问题的答案。你们愿意尝试吗？由我来召唤，由谁召唤，在黑占卜里就意味着由谁承担最大的风险。如果拒绝暴露隐私，或是拒绝做出那样的行为呢？马里奇眯了下眼睛道。克莱恩诚恳回答道，会遭遇雷击，这能造成不小的伤害。雷击？马里奇原本觉得以活尸的身体强度，承受直接的伤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没想到会是相当克制亡灵的闪电。他犹豫了下，看了眼沙伦，于得到肯定的点头后，吐了口气道，好。克莱恩没再多说，一边从衣兜里拿出纸笔，一边吩咐道，准备一面镜子。他话音刚落，一面巴掌大的补妆镜就出现在了球桌上。宫廷风格的补妆镜，克莱恩瞄了一眼，在纸张上画出了窥视与隐秘柔和的那个符号。